1777年的冬天，乔治·华盛顿带领着他的大陆军驻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谷仓堡。那是独立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严寒、饥饿和士气低落几乎摧毁了这支年轻的军队。如果没有奇迹般的转机，这场独立战争将迎来失败的结局。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每一个人。一个寒冷的夜晚，华盛顿独自走入森林，向上天祈祷。他看到了一道奇异的光芒，一个光球悬浮在空中，缓缓降落，一些小型生物闪现而出。更诡异的是，华盛顿看见了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画面：美国诞生、南北战争，以及美国如何最终屹立于世界之巅。同一时期，谷仓堡的士兵们也报告称，他们看到夜空中出现了奇怪的光点，以极快的速度在天际穿梭，并时不时变换形状。而华盛顿本人虽然没有公开承认过这是一次超自然经历，但却多次提到上天给予了他信念，让他相信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仅仅是压力和饥寒交迫引发的幻觉，还是一场真正的外星接触？历史学家和 UFO 研究者一直争论不休。然而，这次事件背后隐藏的深意远不止于此。它不仅塑造了美国历史的进程，更成为了美国历任总统在 UFO 问题上不可言说的开端。从华盛顿的意向，到林肯的神秘访客，再到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甚至肯尼迪所掌握的绝密文件，美国政府与 UFO 的秘密纠葛已经持续了2个多世纪。为什么这些总统几乎从不公开谈论 UFO？ 他们究竟知道什么？美国的 UFO 历史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而华盛顿的遭遇不过是揭开秘密的第一层帷幕。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托马斯·杰斐逊以独立宣言起草人的身份闻名于世。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这样一位理性主义者，竟然在1801年提交了一份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正式报告，使得美国 UFO 的历史有了最早的权威记录。该报告由威廉·邓巴撰写，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天文学家、自然学者。邓巴在报告中描述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空中奇景，一个如房屋般巨大的飞行物突然出现在田纳西的夜空中，该物体发出强烈的光芒，呈现出深红色，类似于寒冷夜晚低空日落的颜色。它在低空悬浮了一段时间，随后迅速移动，几秒内消失在天际。物体飞过的区域，地面植被被烧焦，土壤出现裂痕，似乎发生了某种强烈的能量释放。这一事件不仅邓巴本人亲眼目睹，还有多名当地居民作为证人，他们都震惊于这一景象，也无法用已知的天文或气象现象来解释。杰斐逊并没有将邓巴报告简单的视为无稽之谈，也没有将其归为迷信，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他将报告提交给美国哲学会进行审议。在1801年1月16日的会议上，该报告被正式宣读并记录在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的 UFO 正式记录。相比于后来的总统们在 UFO 问题上的模糊态度，杰斐逊展现出的开放性令人瞩目。杰斐逊是第一个将 UFO 现象带入严肃科学讨论的总统，他让世界知道，即使是最不可思议的事件，也值得被认真对待，因为科学的本质正是去探索那些未解之谜。如果说 UFO 现象在现代美国政治中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那么在19世纪，这一现象更是被视为神秘事件或天照。在那个缺乏科技解读的年代，美国总统更加无法逃避与未知力量的接触。而在所有总统中，亚伯拉罕·林肯无疑是最具神秘色彩的一位。他不仅亲历了可能的 UFO 目击事件，还与灵媒、超自然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61年3月，林肯正准备就任美国第16任总统，而整个国家正处于分裂的边缘。就在此时，纽约上空出现了一场奇异的天象，
在曼哈顿5点区附近的居民报告称，他们看到一个巨大的不明发光物体悬浮在夜空之中。目击者描述，这个物体呈十字形，内部似乎有稳定的光源，并且在黑暗的夜空中静静悬浮了一段时间。相比于普通的天文现象，如流星或极光，这个物体既没有燃烧尾迹，也没有随着风向飘动，而是保持着完全静止的状态，仿佛在观察着这座城市。更令人不安的是，它最终并没有缓慢淡去，而是在一瞬间消失无踪。这一事件很快在民间引发讨论，许多人将其视为天兆，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而变革的核心人物正是即将走马上任的林肯。在1861年初的美国，南北分裂已不可避免，战争的阴影笼罩全国，而纽约的这场 UFO 目击事件似乎预示着一场超乎寻常的历史剧即将上演。林肯的一生将与战争、死亡和神秘事件交织在一起。林肯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狂热者，相比于基督教，他更倾向于一种超验主义式的信仰。他不仅对宿命论、梦境解读深信不疑，还与当时的灵媒保持密切联系。在白宫的岁月里，林肯夫妇曾多次邀请灵媒到官邸举行降临会，试图与他们早逝的儿子威利沟通。林肯的妻子更是坚定地相信，通过灵媒，他们可以跨越生死的界限，与另一个世界建立联系。这些灵媒宣称，他们能够感知战争的走向，并提供来自未知力量的指引。其中，著名灵媒 Nettie Colburn Maynard 曾向林肯提供战事方面的启示，称北方军将最终获胜，并且林肯肩负着上天赋予的特殊使命。这些看似荒诞的信仰，却似乎在现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林肯自己曾经做过的死亡梦。根据他的助手和朋友的记录，在1865年遇刺前不久，林肯曾对他们讲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在梦里，我走进了白宫东厅，看到一副被白布覆盖的棺材，四周站满了士兵，他们的脸上写满哀伤。我走近，问其中一人是谁死了，他回答说是总统，他被刺杀了。这一梦境的细节与他随后在福特剧院遇刺的情景惊人的相似。更令人不解的是，林肯不仅一次梦见自己的死亡，而是反复经历这一梦境，仿佛某种未知的力量在试图向他传递信息。现代科学对梦境的研究表明，所谓的预知梦可能是潜意识对现实信息的整合和解读。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林肯的梦境过于精确，甚至可以说像是一种来自未来的信息传输。林肯的遇刺本身就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暗杀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林肯遇刺的当晚，华盛顿上空也发生了一起神秘的光球事件。目击者报告称，一个橙黄色的发光体在福特剧院附近的夜空中缓慢移动，悬浮了一段时间后消失。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比如火流星或大气电现象，但 UFO 研究者提出，外星文明可能在历史关键时刻进行观察，甚至影响人类决策，而这一光球事件可能是他们在暗中记录林肯的最后时刻。1907年的美国正处于快速崛起的历史节点，而老罗斯福总统正是这场国家变革的掌舵人。他不仅是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坚定的军事扩张主义者。伟大白舰队的构想便诞生于此时。这支庞大的战舰编队计划横跨全球，以向世界展示美国海军的实力，并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1907年8月1日的夜晚，纽约长岛的萨加莫尔山幽静如常。然而，这一天夜空中的异常景象却被附近的居民和目击者所铭记。一团赤白色的光球悬停在罗斯福宅邸上空。据报道，该光球异常明亮，远远超过天空中的星辰。奇怪物体在空中悬浮了近2个小时，没有声音，也没有闪烁或移动。目击者纷纷表示，这与他们以往见过的任何天文现象都截然不同。更诡异的是，到了晚上11点左右，
这团光球的亮度逐渐减弱，最终在夜空中悄然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超过1个世纪以来，这一事件始终困扰着 UFO 研究者。对1907年的技术水平而言，根本无法制造出能够长时间悬浮且完全无声的飞行器。当晚天气晴朗，无雷暴活动，球状闪电或其他大气现象的假设也难以成立。时间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盟军飞行员不断报告称，在执行任务时，他们的战斗机旁经常出现神秘的发光物体，这些物体可以轻松跟随战机，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角度移动，甚至能在空中盘旋或突然消失，而盟军的雷达系统却无法捕捉到它们。此时，美国的领导人正是老罗斯福的远房堂弟小罗斯福。如果说幽灵战机只是目击事件，那么费城实验则是罗斯福政府最神秘的 UFO 相关传闻之一。据称，1943年，美国海军在费城海军造船厂进行了一项极端机密实验，试图利用强大的电磁场，让一艘军舰实现雷达隐形，甚至物理隐形。实验对象是一艘驱逐舰护航舰埃尔德里奇号。根据流传的说法，在实验开始后，船体周围出现了一层强烈的绿色光雾，船随后完全消失，并在几分钟后出现在数百公里外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当舰船重新出现时，船员们遭受了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有些人甚至被融合在船体中，无法救治。但问题是，费城实验真的发生过吗？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 UFO 时刻，罗斯威尔事件发生时，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的人已经变成了杜鲁门。2战过后，在他的领导下，美国不仅启动了冷战对抗马歇尔计划，还可能深度介入了 UFO 研究，并设下了一道保密铁幕。1947年7月，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的一个农场里，农场主麦克布雷索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金属残骸。这些碎片不像普通金属，它们轻盈但坚固，甚至能够自动恢复形状。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军第509轰炸机大队在调查后，直接向外界发布声明，称他们回收了一架飞碟。然而，仅仅1天后，军方突然改口，宣称那只是一个气象气球。但是，许多目击者并不买账。数十年后，越来越多的证词浮出水面。当年军方不仅收集了金属碎片，还在基地回收了一些不明生物的尸体。军医曾进行尸检，但相关文件被列为最高机密。罗斯威尔空军基地的某些军官在多年后透露，他们当时收到明确指示，这件事不存在，什么都没有发生。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杜鲁门总统始终保持沉默。但在他离任后，有人问他是否相信 UFO， 他的回答意味深长：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外星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1947年的罗斯威尔事件让美国公众开始关注 UFO， 但1952年的华盛顿 UFO 事件让政府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这一年的7月，在短短2周内，华盛顿特区上空多次出现不明飞行物，雷达操作员监测到异常目标，白宫、国会山和五角大楼的上空出现了多个发光物体。目击者描述，这些 UFO 忽快忽慢，有时静止不动，然后突然加速消失。雷达数据证实，它们的速度远超当时人类已知的航空器。空军派出战斗机拦截，但每当战机接近， UFO 就会瞬间消失或高速规避。事态变得紧张，杜鲁门不得不召集军方高层紧急磋商。最终，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雷达温度反射导致的错误信号，但 UFO 研究者认为这只是政府掩盖真相的又一次行动。同年，杜鲁门批准蓝皮书计划，这是美国空军启动的 UFO 调查项目，旨在收集、分析和解释 UFO 目击事件。然而，许多报告最终都被归类为可解释现象，只有极少数案例被列为不明，这也引发了更多的猜测。政府早已掌握 UFO 的秘密，但他们不会告诉公众。罗斯威尔事件后，杜鲁门成立了一个超级机密组织 MJ12，
专门研究外星科技。这是一个由军方高官、科学家和情报人员组成的12人秘密委员会。他们的任务包括研究罗斯威尔回收的外星飞船及生物遗体，逆向工程外星科技，尝试将其用于军事用途，确保 UFO 的真实情况不会泄露给公众或敌对国家。尽管 MJ-12文件曾被曝光，但政府始终否认其存在。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冷战时期的心理战策略，但更多人相信 MJ-12是美国政府隐藏 UFO 真相的核心机构。与此同时 ，CIA 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启动了心灵控制计划，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心理控制和人体实验的项目，但有传闻称部分实验对象是 UFO 目击者。CIA 希望研究他们是否受到外星智慧的影响。心灵控制计划可能涉及外星科技，研究如何通过化学和电磁方式控制人类思维。政府可能在尝试模拟外星人的意识控制方式，以研发未来的心理战武器。尽管心灵控制计划的许多文件在1970年代被销毁，但它依然被认为是政府隐藏某些非人类技术的关键证据。1953年，杜鲁门卸任，他拒绝在公开场合讨论罗斯威尔事件，也从未承认 MJ-12的存在。但有历史学家指出，在他卸任前，他曾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有过一次秘密会谈，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高度机密。杜鲁门的一生充满谜团，他是第一个在冷战背景下真正接触 UFO 问题的美国总统，而他的决定也可能奠定了此后几十年美国政府的 UFO 保密政策。或许，正如杜鲁门的某次私人谈话中提到的那样，有些事情公众不需要知道。1953年，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这位二战英雄领导美国进入冷战高峰期，同时也接手了二战后逐渐发酵的 UFO 问题。在他的任期内，美国不仅经历了 UFO 目击潮，还加速发展了一系列可能与外星科技相关的秘密军事项目。在艾森豪威尔与 UFO 的所有传闻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他与外星人秘密会面的故事。1954年2月20日，艾森豪威尔在加州度假期间，有一天的行程突然出现了空白。白宫官方声明说，总统因为紧急牙科手术需要前往一个偏远地点，但这一说法没有详细医疗记录支持。而就在同一天，有消息称他秘密前往了埃德华兹空军基地或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军基地，与外星智慧生物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与他见面的外星人分为2种：北欧型外星人，金发碧眼，人类外形，提出希望美国放弃核武器，以换取人类的和平与科技合作。灰人，这些身材瘦小、头大眼黑的生物，则提出另一种交易，他们可以提供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而作为交换，他们希望能够在美国进行有限的基因实验，包括绑架人类以进行生物研究。这一事件成为 UFO 研究者热议的焦点。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次会面促成了格雷达协议的签订，美国政府从此默认外星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并允许他们进行秘密实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军事项目进入了高度保密阶段，51区也在此期间成为美国研究未知飞行器的核心基地。尽管政府一再否认该基地涉及外星科技，但一些解密文件和前军方人员的证词表明，51区可能从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中回收了某种不明飞行器，并在此进行逆向工程研究。在这一时期，美国研发了一系列革命性航空科技 U-2 侦察机、X-15 超音速试验机、XSR-71 黑鸟侦察机。这一系列超前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人类是否真的单凭自身科技，在短短10几年内就完成了从螺旋桨战机到超音速隐形侦察机的飞跃？艾森豪威尔总统卸任前发表了一次极具分量的告别演说，在演讲中，他警告美国人民要警惕一个日益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并暗示政府的某些机密计划可能已经脱离了民主控制。他说道：“政府
军方和企业正在形成一个不可控的强权体系，我们必须确保这个体系不会凌驾于人民之上。这番话被许多 UFO 研究者解读为，艾森豪威尔意识到，美国政府中某个隐藏的权力集团已经控制了 UFO 研究，并阻止总统对其进行干预。有传闻称，艾森豪威尔曾试图通过某些秘密渠道公开部分 UFO 真相，但被军方高级将领和 CIA 阻止。他的继任者约翰·肯尼迪可能试图接手这一任务，而这也成为肯尼迪遇刺的诸多阴谋论之一。1963年11月12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总统备忘录，指示中央情报局提供所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机密文件。在这份备忘录中，肯尼迪明确要求将 UFO 情报与 NASA 和苏联共享，以防止外星飞行器被误认为是敌对国家的秘密武器，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军事冲突。冷战时期，美苏对抗、核武竞赛加剧，而美国政府对 UFO 的研究已持续多年，军方和情报机构掌握的大量数据从未向公众披露。肯尼迪希望通过情报共享，防止误判，并推动对未知飞行物的科学研究。然而，这一命令发出仅仅10天后，他便在达拉斯遇刺身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暗杀案件之一。肯尼迪是第一位试图正式解密 UFO 档案的总统，他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国会或外交，而是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建立的高度机密体系。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达拉斯市遭到枪击，最终不治身亡。官方调查认定，刺杀他的凶手是奥斯瓦尔德，并坚称他是单独行动，没有背后组织。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指出，这一结论存在大量疑点。首先，奥斯瓦尔德本人在被逮捕后仅2天便遭枪杀，使得他成为无法开口的替罪羊。其次，根据解密文件，一些 CIA 和 FBI 的高层官员早在肯尼迪遇刺前就曾讨论过他的威胁性，而这份威胁很可能不仅限于政治，而涉及更深层的机密 UFO 研究及其公开化的可能性。一份据称来自 MJ Schreier 的内部文件指出，肯尼迪可能会泄露政府最敏感的信息，这一风险不可接受。肯尼迪的情人玛丽莲·梦露在1962年的死亡也充满谜团。官方报告称他死于过量服用镇静剂，但许多证据显示他的死亡可能并非意外。解密的录音资料表明，梦露曾向记者和朋友透露，他掌握了一些来自肯尼迪的绝密信息，并计划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公布。他在与好友的电话交谈中提到，总统告诉我，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发现了非地球生命的飞行器。不久之后，他便被发现死于家中。许多研究者认为，梦露的死亡是政府为了掩盖他所掌握的 UFO 机密而采取的灭口行动。他可能只是肯尼迪身边的第一名知情者，而总统本人则是最大的一名知情者。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之一，他以水门事件、与中国建交和登月计划的推进而闻名。1973年，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杰克·帕尔在节目中提到，尼克松曾在私下谈话中向他暗示，美国政府确实掌握了关于外星生命的重要情报。当帕尔问道：“总统先生，您认为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吗？”尼克松微笑着回答：“你永远不会相信我们知道些什么。”如果说杰克·帕尔的故事只是暗示，那么喜剧演员杰基·格里森的经历则显得更加惊人。他的妻子贝弗利·格里森在接受采访时透露，1973年某天，尼克松在佛罗里达州霍曼空军基地带着格里森参观了一处高度机密的设施。在那里，格里森看到了几个小型的生物尸体，皮肤呈淡蓝色或灰色，头大，眼睛巨大，与现代流行的灰人描述惊人相似。格里森在看到这些外星遗体后，整个人精神崩溃，变得忧郁且不愿谈论此事。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他在那之后就变了一个人，
仿佛见到了某种无法言喻的东西。在尼克松执政的最后一年，佛罗里达州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 UFO 目击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尼克松与 UFO 之间联系的猜测。1974年，迈阿密与坦帕之间的空域，许多居民报告看到多个三角形编队的不明飞行物，它们静止悬浮，然后以超高速突然消失。军方最终给出的解释是光学幻觉或天气现象，但 UFO 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只是掩盖事实的说法。在此期间，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机密空军项目，如 F-117隐形战机的研发，但这些技术仍远不足以解释当时目击者描述的不明飞行物特性。UFO 爱好者认为，尼克松政府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外星科技，但选择继续对公众保密。尼克松上台后，美国政府对 UFO 问题的官方立场变得更加封闭。1969年，他批准终止了由美国空军负责的蓝皮书计划，这是当时唯一的官方 UFO 调查项目。尼克松之后，美国的 UFO 研究变得更加隐秘，而政府对 UFO 现象的态度也变得更加谨慎。他是否真的掌握了外星生命的秘密？他是否曾亲眼见过外星遗体？这些问题或许只有解密的政府档案才能给出最终答案。在美国总统与 UFO 历史的长河中，杰拉尔德·福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在担任国会议员时积极推动 UFO 调查，但在成为总统后却突然沉默。福特在1960年代是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而1966年正是密歇根州 UFO 目击事件的高峰期。3月，安娜堡和戴克斯特地区的居民报告，有橙色发光球在夜空中盘旋，甚至有人看到它们降落在地面上。最初，美国空军派出蓝皮书计划的负责人海尼克博士进行调查，然而他的解释令人震惊。他声称这可能只是沼气引发的自然光现象，而不是外星飞行器。这一说法迅速激怒了公众，甚至连福特都站出来批评政府的敷衍态度。他在国会中公开发声，要求国会进行正式听证会，调查 UFO 现象的真相。他在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民理应得到一个更严肃、更科学的答案，而不是简单的被告知这只是沼气。”最终，在他的推动下，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于1966年4月召开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正式的 UFO 听证会。但遗憾的是，听证会并没有揭示更多信息，军方依然坚持 UFO 不构成威胁的立场，事件不了了之。福特在1974年水门事件后接任尼克松成为总统。令人惊讶的是，曾经在国会中大声疾呼要调查 UFO 的福特，成为总统后却几乎不再谈论 UFO 问题。1976年，一名记者在采访福特时问道：“您曾经支持对 UFO 的调查，但为什么现在不再推动这项工作？”福特的回答是：“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处理。”1977年，福特卸任后，曾有记者再次问他是否在总统任期内接触过关于 UFO 的机密信息。他的回答是：“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短短一句话，却比任何详细解释都更让人疑惑。如果 UFO 现象只是普通的沼气或天气现象，那么他完全可以轻松否认或解释，但他的拒绝发言，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真的掌握了一些不能公开的信息。在美国历史上，吉米·卡特是唯一一位在竞选期间承诺公开 UFO 机密的总统。1976年，卡特在总统竞选期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公开所有 UFO 机密文件，人民有权知道真相。他的话让 UFO 研究者和公众对他寄予厚望。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1977年，卡特上任后，他立即要求解密 UFO 文件，但遭到 CIA 的强烈抵制。总统没有足够的安全权限，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竟然没有权限查看 UFO 机密，这让卡特感到极度震惊。五角大楼和 NASA 也对他的 UFO 调查态度冷淡。年底时，
CIA 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卡特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转变，他不再主动谈论 UFO， 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回避履行承诺。他的回答耐人寻味：我无法向公众透露这些信息。虽然卡特未能推动 UFO 解密，但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发生了几起重大 UFO 事件，比如凤凰城 UFO 事件。数百名目击者看到一个巨大三角形飞行器穿越夜空。1979年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事件，一群不明飞行物短暂关闭了美国的核导弹发射系统。卡特连任失败后，他多次被记者问及 UFO 问题，但他的回答始终模棱两可。1988年，当记者问他是否在总统任期内接触过 UFO 机密时，他说：“我确实看过一些东西，但无法透露细节。”7年之后的采访，他再次确认 UFO 确实存在。我相信他们是某种超自然现象，但某些信息不能公布。他的回答更增添了外界的疑问：到底是什么秘密，让他至死都无法说出口？如果说美国历史上哪位总统最热衷于暗示外星生命的存在，罗纳德·里根无疑是其中之一。与其他总统不同，里根不仅曾亲身目击 UFO， 还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及外星威胁这一概念。在他的任期内，一项极具争议的军事计划——星球大战计划，更是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仅仅是为了对抗苏联，而是为了防御外星威胁。1974年，当时的里根仍是加州州长。某天，他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萨克拉门托，途中，机组人员突然注意到一个不明飞行物在飞机外盘旋。据飞行员回忆，里根当时兴奋异常，并要求飞行员立即追踪。然而，这个发光的 UFO 在短暂停留后，以不可思议的加速度瞬间消失在夜空中。事后，里根向记者提及此事，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会有什么反应？”这句话成为 UFO 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焦点。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里根在冷战期间的所有言行几乎都围绕着苏联威胁展开，但这一次，他似乎在暗示另一种更难以察觉的威胁，来自外太空的那些未知力量。担任总统后，里根不仅没有回避这个话题，反而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外星威胁。1985年，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里根说了一句让人浮想联翩的话：“如果地球受到外星世界的威胁，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放下分歧，团结一致。”而在1987年的联合国大会演讲中，里根更是公开发表了类似言论。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们受到某种外星力量的威胁，我们所有的分歧是否会突然消失？我曾多次想过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这仅仅是里根的一种假设，还是他在向世界传递某种隐秘信息？如果说一次是巧合，2次是偶然，那么当一位美国总统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外星威胁时，就很难不让人怀疑，这种威胁是不是真的近在咫尺？当谈及美国总统与 UFO 机密的关系时，老布什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是美国第41任总统，还曾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监督美国的所有情报事务。作为少数真正接触过顶级机密的总统之一，布什被广泛认为是 UFO 真相的守门人。然而，他始终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甚至在1992年被问及 UFO 时，仅仅留下了那句简短的回答：“美国人无法承受真相。”布什在成为总统之前，已经是美国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员之一。他担任 CIA 局长期间，正值冷战高峰期。UFO 现象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故事，更是被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前面提到，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并在当时承诺公开 UFO 档案。当他要求 CIA 提供所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机密文件时，布什拒绝了卡特的请求，理由是总统没有足够的安全权限。这一事件成为美国政府内部
可能存在超越总统的 UFO 机密体系的重要证据之一。这一拒绝令人深思，如果 UFO 只是普通的大气现象、幻觉或误判，那么为何连总统都无法获取所有信息？答案很可能是，这些文件涉及极端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甚至可能直接涉及外星文明。51区一直是美国 UFO 研究的核心焦点，被认为是研究外星飞行器逆向工程的秘密基地。在布什担任总统期间，51区的保密等级大幅提高，并且首次出现了政府正式承认该基地存在的迹象。1989年，鲍勃·拉扎尔公开爆料，他曾在隶属于51区的 S4 基地工作，并研究一种来源不明的外星飞行器。拉扎尔的描述中提到，这些飞行器采用了地球无法制造的反重力技术，其核心动力源是一种名为元素115的神秘物质。他被要求参与对这些飞行器的逆向工程研究，但整个项目被严格隔离，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极少互通。他曾亲眼见过不止一架飞行器，其中有些形状类似经典的飞碟。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政府从未对拉扎尔的指控做出正式回应。他的沉默被认为是默认了某些事实。或许布什的那句“美国人无法承受真相”不仅仅是随口一说，而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看法。比尔·克林顿是少数公开承认对 UFO 机密文件感兴趣的美国总统之一。他不仅在任期内下令调查罗斯威尔事件和51区，还曾多次在公众场合谈及 UFO。1993年就任总统后，克林顿向白宫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提出请求，希望调查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是否真的涉及外星飞行器，以及51区是否存放了外星科技。克林顿政府的调查结果让人大失所望。1994年，空军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声称罗斯威尔事件的残骸只是用于监测苏联核试验的莫古尔气球。同时，关于51区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的证据。克林顿本人似乎对这些官方说法并不完全相信。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半开玩笑地表示，如果罗斯威尔真的藏着外星飞船，我希望他们至少告诉我。1998年，他再次在公开场合提及 UFO 问题，强调如果发现任何外星秘密，他一定会告诉公众。但在他执政期间，并没有解密任何与 UFO 相关的重要文件。2016年，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表示，如果当选，他会解密 UFO 文件。2020大选期间，维基解密泄露了一批希拉里团队的邮件，其中涉及 UFO 话题。邮件显示，克林顿的白宫顾问波德斯塔曾与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讨论外星人问题。米切尔在邮件中提到，外星文明已经接触地球，但政府仍在掩盖事实。2001年，小布什就任总统后，UFO 相关议题迅速被边缘化，美国政府对机密文件的封锁力度大大增强。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全面转向反恐战争， UFO 研究似乎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同一年，爱国者法案通过，美国政府加强了对情报的控制， UFO 相关文件的解密几乎停滞。2002年 NASA 宣布将不再研究外星生命可能访问地球的证据。这一切似乎表明，小布什政府的核心政策是让 UFO 议题从公众视野中消失。2004年，一起涉及美军航母战斗群的 UFO 事件发生，并成为历史上最受关注的军方 UFO 案例之一。2004年11月14日，航母尼米兹舰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附近用雷达捕捉到了可疑的飞行物体。接着，尼米兹的舰载战斗机紧急起飞，进行拦截。可疑物体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行进，1分钟瞬移了100公里。最终，承担第3次拦截任务的黑王牌中队，靠着搭载在战斗机上的高性能红外照相机，成功进行了拍摄。这段影像作为军事机密，长期被隐藏，直到2017年被解密。
纽约时报说这是真正的 UFO 视频，给全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在那之后，五角大楼事实上承认了这是不明空中现象。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公众对 UFO 的兴趣日益高涨。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让 UFO 目击事件比以往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公众可以随时参与讨论、分析，增强了 UFO 话题的流行度。在多个访谈节目中，奥巴马被问及 UFO 问题，他的回答往往轻松幽默，但却从未明确否认过 UFO 的真实性。奥巴马卸任后，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当我成为总统后，我确实要求查看 UFO 机密文件。但当记者追问细节时，他微笑着补充，有些事情我不能说。政府和军方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 CIA 正式承认51区的存在，但说它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军事基地，并解密了一些关于冷战时期隐形战机研发的文件。然而，官方声明并未涉及外星飞行器或外星科技，仍然回避了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外星生命是否曾经光顾过地球？随后 NASA 宣布，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在火星发现了液态水，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另一个行星上发现液态水。虽然这一发现与 UFO 现象没有直接联系，但它显然在公众舆论中引发了对外星生命的更多猜测。我们是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能生物？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也被曝光。这个计划由美国国防部秘密资助，专门用于研究不明飞行物的飞行特性和科技原理。奥巴马政府时期， UFO 现象不仅是政治话题，还多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12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 UFO 目击事件。一名新闻记者在白天拍摄到多个高速移动的不明飞行物，这些物体在空中做出极端机动动作，超出了现有航空科技的能力。记者将该视频提交给军方和美国航空管理局，但两者均未给出合理解释，只是模糊的回应，无相关信息。在此之前不久，白宫官方网站收到了一份由公众发起的请愿书，要求政府公开 UFO 机密文件。这份请愿书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超过12000个签名，白宫不得不对此做出正式回应。美国政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外星生命访问过地球，也没有隐藏相关信息。特朗普和拜登的8年 ，UFO 的信息进一步透明。特朗普是首位正式收到 UFO 简报的总统。2019年，美国海军解密了3段 UFO 的视频，这些视频由军方战斗机飞行员拍摄，记录了无法解释的不明飞行物，其中就有2004年的尼米兹号事件。第2年，五角大楼更进一步，成立了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负责系统性调查 UFO 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官方机构承认 UFO 现象，并进行正式研究。特朗普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批准了一项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一条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180天内提交 UFO 报告的条款。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在 UFO 问题上的新态度。2021年6月，五角大楼发布了这份 UFO 报告，其核心内容如下：美国军方在过去20年内记录了144起 UFO 目击事件，其中143起无法用现有技术解释。虽然报告未提及外星生命，但强调 UFO 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国会举行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 UFO 听证会，并有前情报官员举报政府长期隐瞒外星科技。五角大楼情报官员罗纳德·莫尔特里说：“我们正在认真研究 UFO 现象，目前无法确定这些物体的来源。”听证会虽然让公众看到政府首次正式承认 UFO 现象，但核心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如果这些飞行器不是美国、俄罗斯或中国的先进技术，它们到底来自哪里？过去70年，美国政府一再否认 UFO 现象，将其归结为幻觉、气象气球或军事误判。最近10年， UFO 议题的透明度正在逐步提高。有研究者认为，政府的策略是逐步释放信息，
以避免社会恐慌，而不是一次性公布全部真相。随着更多机密文件被解密，或许我们正站在真相揭晓的边缘，也或许这只是另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控制游戏。答案似乎近在咫尺，却依旧遥不可及。